每年7、8、9月，内蒙、陕北、宁夏、甘肃等地满大街都是红着眼睛戴着口罩的过敏人群，近千万人涕泪四流，喷嚏不止，甚至发生哮喘。过敏让人们苦不堪言，而这个季节过敏的元凶却是治沙固沙的功臣沙蒿。当治沙与治病出现冲突，当地政府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措施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提起沙蒿，很多人估计会觉得陌生，然而提起它的表亲黄花蒿，人们纷纷肃然起敬。这个声名鹊起的青年才俊，治疗肿瘤、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就是从中提取的。蒿属家族中出现了这样一位载誉国际的榜样，人人称颂。沙蒿从小立志要和表姐一样，好好成就一番事业。沙蒿继承了蒿属植物最大的优点，吃苦耐劳。田间地头、城市裸地、荒漠草原，哪里都有它的影子。尤其是华北地区，分布量巨大。咫尺之外的沙漠一眼就看中了沙蒿这个好青年，伸出了橄榄枝。沙漠环境恶劣，干旱缺水，贫瘠，风也大，堪称植物的地狱模式。作为治沙固沙的先锋部队，沙蒿耐寒、抗旱、喜光、耐热，无惧干燥和盐碱，同时繁殖能力极佳，萌蘖性也很好，生命力还相当顽强，简直是为沙漠而生的特种兵。治沙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种子发芽问题。以往进驻沙漠的植物最怕流沙覆盖，往往一场风沙就丢盔卸甲，败下阵来。而沙蒿则不同，它针对流沙这一现象进化出了自己的一套本事。先让风沙帮忙搬运种子，再让种子用粘液沾满沙子变胖变重，陷入流沙中牢牢扎根。风沙停止，沙子覆盖在种子上，正好帮忙遮阴，找准时机马上发芽。在沙漠里，适宜播种的春季和初夏恰好气流活动强，容易对植物和种子造成风蚀掩埋，发芽极为不易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久经沙场的沙蒿完全不惧。沙蒿的种子又小又轻又多，一场大风反而会成为它传播果实的助力。不仅如此，沙蒿的果实和种子表皮上还进化出了一种粘液，只要种子落地，粘液就可以粘起周围的沙子，让种子变得越来越大，防止蚂蚁搬运啃食，还能增加抗风能力，不易移位。加上种子沾了沙子，有了一定的重量，就会从表层向沙子下层沉降，方便它被沙子覆盖，吸水发芽。而且粘液还能帮助沙蒿种子吸收水分，帮助催芽。过了发芽这一关，站稳脚跟的沙蒿准备扩大自己的地盘。7至9月的沙漠边缘难得有几场降雨，沙蒿逮住这个好时机，迅速发展势力，连陡峭的坡地也安排了一批青壮年上去垦荒。沙蒿根系粗长、木质、侧根多，主要分布在0至50厘米的土层中，有极强的水分运输能力和固坡能力。浅根夹筋，深根牢固，如同钢筋一样牢牢箍住了疏松的沙地。坡度大于65度的地方，沙蒿几乎是唯一可以生存的植物，也因此获得外号超旱沙生植物。它的叶梢肉质，有着很厚的角质层，可以抑制蒸腾，具有较强的保水能力。沙蒿茎叶则可以推迟和减缓降雨带来的产流产沙时间，起到减缓水土流失的作用，同时还能防止沙蒿被雨水冲走。几场硬仗下来，沙蒿获得了全盘胜利，沙漠边缘因此显得生机勃勃。春去秋来，深秋季节，戈壁草原百草凋零，牲畜进入了青黄不接的时节。沙漠边缘的沙蒿也开始霜枯，青绿的沙蒿味道很苦，牛羊都不屑一顾，而霜枯以后，它的味道则变得可口许多，于是牛羊开始成群结队来到沙漠里啃食沙蒿。有了沙蒿的加持，沙漠俨然已经成为草原的储备粮仓。沙蒿取得了瞩目的成绩，不过对他来说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苟富贵，勿相忘。为了沙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物种多样性，他把远在老家的油蒿兄弟也请进了这片沙漠中。油蒿的1级分支能力是沙蒿的14.5倍，防风阻沙能力更强。只不过它没有沙蒿天生天养，耐力超强的性子，对付流沙无能为力，常常被掩埋，加上对水量也有一定要求，所以往往是沙蒿率先入驻恶劣环境的地带，待沙蒿长成，油蒿再行入驻。
有了油蒿，沙蒿小分队如虎添翼，几年之间就把沙蒿边缘打造得如同铁桶一般。但沙蒿并未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，他开始和科学家联手，思考更加快捷环保的固沙方式。他的目光又投向了种子上的粘液，这种粘液可以提炼沙蒿胶，具有较强的粘性和良好的吸水性，作为一种增稠剂和稳定剂，在医药行业广泛应用。将沙蒿胶溶解在水中，喷洒在沙丘之上，可以把沙粒牢固地粘合在一起，起到化学固沙的作用。比起生物固沙，化学固沙明显时间更短，效率更高，它可以成为生物固沙的有益补充。除了固沙治沙，沙蒿还很内秀，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一个也不缺。沙蒿籽是高蛋白食品，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含量很高，同时还有降低三高的功效，能治疗腮腺炎、扁桃体炎、肠梗阻和腹胀等。终于，沙蒿不再默默无闻，它声名远播，变得广受欢迎，人人都知道它在沙漠边缘耕耘10几年，让沙漠改头换面，是固沙治沙的大功臣。在扬声中，沙蒿不复当年的低调与勤恳，逐渐有点飘飘然，开始盲目扩大自己的地盘，漫山遍野，触目所及，到处都是蒿类植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那些环绕在沙蒿身边赞颂的声浪中，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，其间夹杂的质疑声越来越强。原来，随着蒿属植物的增多，蒿属花粉也成为了夏秋两季最重要的过敏源。蒿属花粉的直径大多数在19至25微米之间，为粒球形或近球形，能结合人体特定免疫细胞，并激发其产生组胺分子，最终刺激到眼、鼻等器官，从而引起过敏反应，尤其是季节性变应性鼻炎。说起来，能够引起过敏反应的植物不止蒿属植物一类，还有很多植物也存在这个问题，比如蒿、大麻、绿草、蓖麻等等。而蒿属植物花粉每年持续时间最长，含量最高，容易引起严重过敏反应。尤其在西北地区，那些沙漠边缘的城市，因为固沙小能手沙蒿种植广泛，所以饱受花粉过敏症的折磨。那么面对这种矛盾的现象，榆林市政府又会如何处理呢？2022年，榆林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，高度重视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，并作为2022年民生10件实事之一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。林草系统也开展了一些工作，一是从2015年开始，沙区不再飞播造林，停止人为种植沙蒿行为，在沙地栽植樟子松等乔木树种，对沙柳、花蚌、宁条等灌木进行评查复壮，通过增加乔木和其他灌木树种，逐步替代沙蒿这一植种。2020年以来，开展了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行动，对中心城区的裸露地块杂草全面清理后进行绿化美化，对城区外围的林分进行提升改造，栽植樟子松、河北杨、沙地柏等树种，减少城区周边沙蒿数量。二是开展研究试验，2022年在渔阳区小季汉镇开展了1000亩乔灌木替代蒿属类植物试点，同时开展了1000亩蒿属类植物抑制花粉试验，人工喷洒和利用无人机喷洒药剂，通过药剂抑制蒿类植物花粉形成，降低空气中的花粉浓度。由于榆林沙区的沙蒿分布面广、数量多、繁殖能力强，目前对榆林固沙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如果大面积铲除，将会使榆林沙区沙化更加严重。11月，榆林市长张胜利公开表示，将从中心城区向外逐步栽植替换蒿属类植物，同时进行蒿属类植物药物抑制开花试点工作。虽说逐步栽植替换有个过程，但对于不少人来说，这也着实是个好消息。其实，在沙漠治理中，沙蒿往往是第一批先行军。随着沙蒿固沙使命的完成，接下来沙漠会有更多的植物入驻，例如沙柳、花蚌、洋柴等等。接下来还会进一步种植樟子松、沙地柏、杨树、柳树等，物种越来越多样，沙漠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绿洲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编相信人类最终可以找到与沙蒿之间的平衡点，达到互利共赢。在自然面前，我们既渺小又强大，怀揣敬畏之心，跋涉前行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义务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面对这种双刃剑问题，大家觉得应该如何取舍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
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